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20号，星期一啊。来看今天的标题：上海迪士尼打人视频流出，再抓一名网友。2、3线城市房价遇冷，中心城市房价暴涨。习近平调控62次楼市，暴力反美的年代开启了。习近平要复兴传统文化。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先从上海迪士尼打人的这个事情讲起，然后呢，咱们再延伸的来讲一讲传统文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区别以及其核心作用。2、3线城市房价的问题，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讲啊。好，上海迪士尼打人的这个事儿啊，让面具人我看到了共产党现在又开始要玩一箭八雕的把戏了。来看这张图啊，警情通报：2021年2月20日17时许，迪士尼乐园一剧场演出期间，一女子无故上台拍打表演人员，导致演出中断。浦东公安分局民警接警后，依法传唤肇事人员管某，女，35岁。调查中，民警发现管某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经联系其家属，反映管某曾有疑似精神病症状。此次系独自一人于近日来沪游玩，经精神卫生中心诊断，管某被确诊为急性精神病障碍，目前已被医院收治，此事未造成剧场表演人员受伤。浦东公安分局2021年2月21日。根据警方的通告来看，这个女的是个精神病人，她趁人家表演的时候，突然跑到台上面，然后呢，把人家台上面表演的演员给拍了一下。最后呢，被请出去了，随后呢，又被抓了，然后警方就说这个人是精神病，把人家给拍了一下，看起来是个精神病犯病的事件，对吧？可是呢，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面具人这里有网友传来的现场拍摄的视频啊，我放给你们看，你们自己仔细观察台上台下的人他们表现的细节。咱们先看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啊，面具人我再从一个前专业媒体人的角度来给你们分析啊。当然了，面具人我现在也还算是专业媒体人啦。那我等会儿再给你们讲讲这整个事件当中的玄机。好了，先来看这个视频，仔细清楚的看好里面的细节啊。而且最后不要忘了加上“船长”2个字。哇哦，哇哦。嗨，哇哦！发生了什么？他把自己当中国人啊，真是漂亮。哇！下次再来等会大家面脱裤子抽鞭子试试看，一个猪，美国人的猪。啊！小姐。说话语气那种，他不是带那种腔的。拍下来没有？传到网上就火了。看戏看出一个真演戏的。不用停下来，继续演，大家都不看完了吧，观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其中不对劲儿的地方呢？面具人我是有一些舞台剧表演的经验的，毕竟嘛，做了那么多年的传媒工作了。在这里啊，面具人想要告诉大家一下啊，这种舞台表演啊，一般在大台的两侧连接着后台的房间，而这两侧呢，一般都是有保安的。你想要从大台上去，你就要先从两侧过去。你要从两侧过去，你就要先通过保安。这个大台啊，和电影院的那个荧幕还不太一样，你很难直接接近舞台的。再然后呢，咱们从专业的表演的角度来看啊，咱们再仔细的看看这个视频中间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很重要，看好了啊。这个女人顺利地溜过了后台的楼梯，直接走到了大台。杰克船长是第一个和这个上台打人的女人照面的。很显然呢，这个杰克船长是看到了这个女的上台了，但是呢，这个杰克船长
并没有阻止这个女的上台，而是直接无视了这个女的。这还不算啥，如果单纯的拿这一点来说，这个事件是人为安排的，就有点太牵强了，是不是？好，我们紧接着来看接下来的这一幕啊。杰克船长的余光扫视了一下这个女的，紧接着杰克船长说出了他的台词儿，不要忘记加上船长2个字儿。然后呢，女的就上前动手了，然后呢，在这个女的动手的一瞬间，杰克船长以100%的同步率转身，再配合手势和台词，哇的一声，把这个女人的拍人的动作推向了高潮，是不是？咱们再来看一遍啊。杰克船长的余光扫视了一下这个女的，紧接着杰克船长说船长2个字。然后呢，女的上前动手，然后呢，在动手的一瞬间，哇哦，哇哦，哇哦！杰克船长以100%的同步率转身，配合手势和台词，哇的一声，把这个女人的拍人的动作推向了高潮。视频看完了吧？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女人如此的愤怒，要上台打人呢？有现场的观众爆料说，演出前在大厅有段热场表演，因为搞笑的目的和剧情的需要，出现了脱裤子和抽鞭子的场景。打人的女子认为以上的2个行为影响了她女儿的正确价值观，从而呢才引发了该女子上台打人的一幕。哦，明白了，等于说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嘛，等于说还是价值观的问题。这个打人的女人说的台词儿也比较耐人寻味儿，你这个猪不配当中国人，嫌人家模仿美国人的电影文化了，是不是？而且呢，刚才警方的通报不是说这个女的是只身一人吗？怎么这个时候又多出来了一个女儿来呢？难道说女儿不是人吗？那么现在这个事儿就很好理解了吧？我们把这个事件的关键词因素串联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些许会有点眉目。美国电影打架，女儿的价值观，迪士尼不配做中国人。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思考一下，观众朋友们看明白些什么了没？而且呢，这个女的和杰克船长配合的太好了，同步率达到了100%，是不是？那党现在要表达的东西就很明确了，排美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不对？教育好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只不过呢，这一次中共做的比较稳一些，表露出来的意图没有那么的明显。他先用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炒作出来，抛出来测民意。刚好呢，就是承接了这几天的什么侮辱英烈呀、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这类热点话题。这一次呢，又来了一个痛打假洋鬼子的事件，是不是？共产党的这次事件的一箭拔雕之处就在于，这个事情能引起话题。网上现在讨论这个事情的人很多，有人认为呢，打人是不对的，有人则认为呢，打假洋鬼子打得好。共产党可以借着这个事件，看看风向和节奏能不能带起来。带起来的话，就是会出现类似于当年反日的那种民粹狂潮，大家都反美爱国。顺便呢，通过这个事情来测试一下民意，看看美国文化对中国人到底还有多少影响。实际上呢，中国的60、70、80，甚至是90后，他们都是被美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几代人。这种文化影响啊，让习近平非常的头疼，就是那种从童年就开始根植人心的正义自由的美国动画片造就的这几代人，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公正和正义。比如变形金刚、我是希瑞、米老鼠、史努比，这些文化让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比较难以成为极恶之人，因为他们受到了这些电影文化的正义、善良、自由的影响。
可是呢，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就是强制学习习近平思想、习近平语录，这种中国人和之前的中国人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现在的中国人算是新人类。习近平接下来呢，会渐渐的彻底消除欧美日韩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以后的中国人会生活在一种完全的自我意淫的战狼情怀当中，甚至呢还不如朝鲜人，人家朝鲜人至少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而中国人完全就是活在可悲的强国梦幻之中。然后呢，唾弃全世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港台的朋友应该是深有体会的。之前的中国人呢，还是很崇尚港台文化的，比如港台的电影、电视剧，对吧？之前的中国人对港台人是很友好的。可是呢，习近平这几年清除港台文化，制造对立，做得很成功。大外宣煽动港台人仇恨中国人，大内宣则煽动中国人仇视港台人。迪士尼这个事件的节奏带起来的话，很可能接下来整个迪士尼乐园都会受到一定的牵连，比如被调查、被罚之类的事情，或者是表演的设备、表演的内容都要经过审核，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习近平现在他正在复兴传统文化，欧美日韩的文化冲击会提高中国人对正义和自由的向往。所以呢，复兴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在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谁给你们说什么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谁一定是想统治你。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都是最适合统治这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千百年进化筛选出来的精髓。不光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都是一样的。用传统是最好忽悠民众的，懂不懂？文化创新往往是统治者反感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粹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懂了没？传统文化它是排外的，懂了没？在中国更是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号称5000年历史的文明之地的传统文化特别的恶心人。这种文化让人学会低头，学会逆来顺受，学会对权力者跪舔。这种文化既可意会，也可言传。君臣父子，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既是民粹，也算是国粹。这种文化阴暗肮脏，但却延绵不绝。这就是中国的奴性文化，也叫做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一直实行的都是帝王集权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帝王集权体制，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相应的奴性文化发展到近乎如此完美的地步。奴性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并且呢，随着科技的变强，文化的传播力度也在变强，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奴性更加的变强。给大家讲个故事。大清时期，法国的大使罗杰斯对当时的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把健康人变成残疾人，这样做很不人道。”当时皇帝就被问得下不来台阶，可是呢，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姚允连忙解围说道：“这是殿下的恩赐，奴才心甘情愿。你一个外人，怎么可以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这种现象呢，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韭菜撞镰刀，韭菜爱镰刀，奴隶护着奴隶主。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他是这种思想：我们平民虽然吸着雾霾，喝着毒奶粉，吃着地沟油，但是呢，这是因为党养活了我们。没有党，我们别说是地沟油了，没被饿死都
都是万幸。党养活了14亿人民，尔等汉奸走狗卖国贼，怎可诋毁我们中国共产党，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吃什么是我们的自由，我们选择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心甘情愿，这是百姓之福分啊！你们别以为奴性文化都是被逼出来的，其实呀，经过多年的驯化，奴性文化早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了，并且呢，人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大的欺负小的，每个人呢看见弱者都想去踩一脚，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这种心态存在于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奴性文化是集权体制的衍生物，奴性文化浸泡出的奴性国民，几乎人人都热爱着帝王。那些不爱帝王的，只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帝王的宠爱，或者是不再被帝王宠爱的。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不过就是人吃人的历史。有些人呢，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你们看海外民主大师的嘴脸，就能看明白，其实他们每个人人人都是共产党，有点权利就想要挥霍。其实海外的这些人，他们还算是胆子大的，能行动起来跑出国的。退一步再想想国内的这些人，他想做一些事情，他又害怕吃亏担风险，等着别人先跳坑试水的人太多太多了。别人跳坑死了，他拍手叫好；别人跳坑没死变强了，就反过来奴役他们。如此循环下去，就是这种循环。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国民，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都因为缺乏独立的思想而阻碍了自身思维的发展。他们既缺乏探索真理的能力，他们更缺乏探索真理的勇气，甚至连一般的道理都可能无法理解。那这样的民族既自卑又狂妄，狂妄实质上就是来自于极度的自卑。这些自卑的人唯独用狂妄才能掩饰自己的自卑。这样的民族缺乏自信心，爱面子，既不会自我反省，更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和质疑。这样的民族大致只能在堕落与疯狂之间臣服。这样的民族大致只会在堕落与疯狂之间臣服。狂妄来时便疯狂，疯狂过了以后就是堕落。其实奴性与麻木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奴性十足的群体必然也是一个麻木的群体，以至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发生了悲剧，便会引起更加惨不忍睹的画面。就像是一窝老鼠中有一只老鼠因为生病了快死了，其他的老鼠都会静静地等待这只老鼠死去。有些呢，甚至是主动践踏这只老鼠，撕咬它，弄死它，为的就是分食这只老鼠死去以后的尸体。你别说中国这个老鼠社会没有那么的恶，你说看到大街上要饭的，你不但不给他1-2块钱，还要阻止别人给他1-2块钱，甚至呢还要污蔑诋毁这个要饭的。更有甚者，还要教育自己的小孩子不要给别人施舍。要饭的都是骗子。好，咱们退一步来说，就算人家是骗子，所有的要饭的都是骗子吗？而且呢，就算骗你了，骗你1-2块钱，你就受不了了啊？1-2块钱你会死吗？从这些事件上面就能反映出来，中国人连1-2块钱的忙都不愿意去帮别人，还要用别人都是骗子的这种理由来给自己的自私来开脱。正是因为人类比较复杂，所以呢，人类行使极恶之事的时候，没有老鼠表现的那么简单粗暴。但是呢，人类恶起来可是比老鼠恶多了，是你们想象不到的恶。
你们不信我说的，那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听完了你们就能明白了。给大家来讲一则新闻啊，咱们顺着这个新闻深入浅出的来看。网民知名 Z 的因为诋毁贬损为国戍边英雄官兵后投案自首，当地公安发布警情通报说，2月20日16时许，我局接到举报，网名知名 Z 的在新浪微博评论区发表了一条诋毁贬损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方开展调查。2月21日9时许，该网民杨某，男25岁，绵阳福城区人，迫于公安机关压力，主动到市公安局城北分局圆通派出所投案自首，并对发表违法言论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杨某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于公然侮辱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坚决严惩。绵阳市公安局2021年2月21日电。面具人，我真的不知道国内现在的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种网络文革的风气真的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呀！习近平真的是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随便给你说个罪名就把人抓了，现在还是逼人自首、自我审查，还要鼓励大家互相举报，这不是文革，这是啥？你以后想抓人就直接抓，连过程都不说清楚，人家是怎么诋毁了，怎么污蔑的，你看公安局就不说，直接就是抓人，或者是让你自首，然后呢一个公告，侮辱烈士啊，不良言论，什么言论呢？他不说，而且呢，这个自首的人还在微博已经被指责成了国外的特务间谍了，他怎么建了，怎么谍了？也没有任何的公告和证据，你说荒唐不？面具人，我就发现啊，原来在江湖时期的时候，你在网上调侃一下领导人是很常见的事儿。面具人，我当时玩网络游戏、玩贴吧的时候啊，我的名字要么就是温家宝，要么就是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我也没有被封号。可是呢，现在这些词儿，你别说用来起名字了，你根本就发不出去，红线太多了啊！已经不能叫做红线了，应该叫做红板了，密不透风的了。和谐的是毫无死角，滴水不漏。你就不要轻举妄动，老老实实的上班干活，埋头苦干，不然呢就是抓你。请大家务必做好自查、互相举报的相关工作。面具人，我发现中国最近这边的风向不太对，尤其是对内啊，大兴文字狱，压制公知。总结来说一句话，只能赞美，不能别说是批评了，连质疑都不行。一个国家再不能接受质疑了，它还怎么进步嘛？对不对？其实不然，共产党现在奉行的就是精英贵族统治，他们是贵族式民主。咱们这些普通的奴隶怎么能去质疑国家的套路呢？共产党其实他自己已经研究出来了一套路数，就是习近平认为民主不是好东西，就像拜登说的一样，习近平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民主的骨头。确实，习近平打心底是鄙视民主的。为啥？咱们来看啊，西方民主现在确实走入了一种困境。要么就是五五开，要么就是多数人的选票未必是正确的。美国现在就上演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民粹主义、反环保、环保无用论，这些都是川粉们现在积极提倡的呀。而很显然的是，美国的民粹孤立主义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虽然短暂地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可带来的是美国全球市场的萎缩，渐渐的同时失去了对欧洲、亚洲、中东还有非洲的控制力，长远的经济效益已经被中国和俄国取而代之。那你说这算啥？是赚了呢，还是亏了呢？
但是美国依然还是有7000多万的川粉，觉得眼前的利益就是赚的，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对不对？咱们再来说环保，川粉们普遍都是反环保的，认为石油该开采就开采，地下水该挖就挖，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不存在的，都是政府为了推广绿色能源的骗局。就像老黑吴建民天天骂中国空气污染，可是却还在美国、在西班牙反环保一样。当然了，老黑和吴建民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任务的，但是美国反环保的川粉们还有7000多万呢，这你怎么说？哦，环保没有用，你们看看中国的河北、山西、陕西。河北这个地方面具人很熟，算是我的老家。你在河北去大街走上一圈啊，你的头发上面就会沾染一大堆的灰尘，你在大马路上你就不敢大口吸气儿，一整年下来你能看到蓝天白云的天数不超过20天，这是真的。你们外地人可能不太了解河北，但是面具人我对河北太熟了。你们如果有河北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给面具人我留言，给大家证明一下，让大家看看河北的空气污染是不是这么的严重。那这个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啊？根据中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啊，2017年中国新增550万癌症病例，癌症死亡病例人数就超过了300万。比这个疫情猛得多，占据全年死亡人数比例的29.98%。这个数据恐怖不？癌症就占据了一个国家全年死亡人数的1/3，你还在那说环保无用论呢？你不知道得癌症是多么的痛苦呀！面具人的老家人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污染，我的很多亲人都是因为得了癌症去世的，挂掉的。这个癌症呀，得了以后太惨了。你看那个，哎呀，癌症的晚期病人的那个状态啊，疼的你连1秒钟都不想多活，打止疼药都没有用，疼的你都呼吸不了，吃不了饭，甚至是咽口水都是折磨。中国本来是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横跨东亚和东南亚，结果呢，现在的中国人基本上面临着人人都会得癌症的下场。那这不是环境污染造成的，这是什么？你说生活在原生态的大自然里面，他可能得癌症吗？你说老黑吴建民还有这些个川粉还在那大肆推广环保无用论呢，面具人我看着都来气，因为我们家族深受这个环境污染的折磨。你别怪面具人我用国骂给你说啊，老黑吴建民，你妈就应该先得癌症，你爸、你爷、你女儿全部都应该得癌症，还有那些川粉推广环保无用论的川粉啊，你要是推广环保无用论，还说什么五行八卦之类的玄说骗人，比如什么马呀、猪呀、老鼠呀，网友们，大家现在就可以每天诅咒老黑吴建民猪呀、马呀、老鼠呀，他们的妈、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孩子得癌症，诅咒那些川粉他爸他妈他全家得癌症，管不管用？面具人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些川粉信呀，对不对？他们信，咱们就按照他们信的方法来，咱们就看看这个诅咒管用不管用。面具人我说这些情况的原因，就是想要证明，就像美国的川粉一样，还有7000多万，这些底层的多数人的想法未必是对的。川粉占据51%的选票，然后呢，就开始搞退缩主义、反环保。最后呢，就是把美国弄得孤立，然后呢，环境被破坏，人人得癌症，对不对？可是呢，剩下的49%的人是支持环保的，支持积极发展的这些美国人，却要为了这51%的多数选票付出同样的代价。也就是说51%的选票会造成100%的人付出代价。
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独裁，对不对？等于说这还是独裁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还是由大家一起承担嘛，对不对？这就是习近平眼中的民主。事实上呢，真理往往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知识精英谋士做出的决定的合理性是远强于底层文盲的，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会否认的吧？那么让这些底层人文盲甚至是脑残们民主的话，往往还容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习近平一想，还不如我习近平自己和我的智囊团独裁呢，反正民主做错了也是整个民族承担代价，我习近平做错了还是整个民族承担代价吗？结果是一样的，那我还不如我习近平一个人独裁呢。但是我们精英治国做对的可能性更高，反而底层平民民主做错的可能性更高。而且呢，民主政治互相扯后腿，长期的处于内斗模式，想干个啥都有反对党来阻止。那这还不如我习近平完全独裁的效率高，你说是不是？对吧？其实民主玩到最后就像美国这样，对于共和党来说，他民主党做的错的就是错的，做的对的还是错的。我要的只有政权，政权都拿不到，谁还管你对错呢？在拿到政权之前，那就是要先弄死你，是不是？那这还不如独裁呢。反正国家强大了，政客还是立于食物链的顶层。这不管是在独裁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人民都是最底层中的垃圾中的垃圾。那你说这还不如独裁呢？这就是习近平眼里的社会观念。而且呢，现在又有大数据，又有这些网红网站给你洗脑，对吧？不管哪个政党都可以编织出来谎言来哄骗他自己的选民，从而呢夺取政权。在习近平的眼里咱们老百姓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就像勒庞写的《乌合之众》里面的底层民众一样，都是无脑盲目的。那个王岐山不是还说了吗？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底层人民就是不能惯着，底层人民就是要镇压，对不对？咱们普通人在红色贵族眼里面，甚至都不是人，就是牲口。考虑你的名义干嘛其实这也对，底层平民不懂政治，盲目短视，迷信无能的劣根性，在中国人身上那发挥的是淋漓尽致。你别说是因为愚民教育的问题，那墙外海外没有愚民教育吧？可是你看，很多人翻了墙了，接触到了这些自由民主科学了但是呢，这些翻墙的人之中，他有很多的人相信这些完全不合理的什么蜥蜴人、五行八卦、鬼神算命的东西，对吧？这都是奴性呀！别人骗你就把你的白花花的银子骗走了，甚至呢还要谋你财害你命为什么民主会失败？因为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人民的素质和认知水平、教育水平，还有度量，懂了没？如果每个人他都是为了1毛钱就要斗得你死我活的，这种社会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就像中国人一样给要饭的1、2块钱都舍不得的这种族群，他可能民主吗？他反而还要说要饭的都是骗子。每个人都巴不得别人下18层地狱，每个人都巴不得别人好，你说整个社会能好吗？能好的前提也都是拿刀架在这些烂货的脖子上如果普通民众都是迷信、道德败坏的文盲，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善念的话，你现在让中国人投票选主席，投到最后他们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射的还是习近平，要么就是选一个比习近平还坏的人。中国人这群人你觉得他会和你讲道理吗？你觉得老黑、吴建民这些人，他们天天造谣害人，说什么环保无用论，
分裂美国，他们还有道德吗？他们自己出了国，反别人出国，他们还是个人吗？他们只会觉得啊，你说好话，你好讲话，你讲道理，你就是好欺负，就可以多占你点便宜。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只有2种人能治住中国人，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恶霸，只有这2种人才能治住中国人。骗子能骗住中国人，或者干脆就是简单粗暴点，直接就把中国人打趴在地上，跪地求饶。而恰好共产党就是骗子加恶霸。很多人说民主了以后就好了，民主了以后中国人就能变善良了。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你说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无关系，对吧？你说是因为民主了以后中国人才能变善良，那面具人我还问你呢，中国人善良了以后为什么不能民主，对不对？你看看海外的这些华人，他们有民主呀，他们有了民主又怎样吗？不还是专门诈骗这些墙内的没见过西方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人，给他们编谎言画大饼，骗他们的钱，甚至是扭曲他们的思想，带着他们把反共的事业硬是做成了反美反西方的事业。现在这些反共的人不但要反美，还要反欧盟，还要反法国，还要反日本啊，全都反掉。只有这个台湾跟中国有着特殊复杂的一些政治因素啊，他们不反台湾，他们使劲儿的捧杀台湾。这些海外华人要么就是骗华人，要么就是专门克扣华人的工资，打华人，连女的都打，是不是？澳洲那个奶茶店的不是啊，连女的都打。我告诉你，现在的这些所谓民主的海外华人啊，他们不但谋财啊，他们甚至现在还上升到了环保无用论，环保是假的这种害命的事儿上面了，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儿上面了。有些道理是咱们拿屁股都能想明白的，资源是有限的，按照目前的资源消耗速度，不开发出更高效的绿色能源，以后呢肯定就是没资源用了。资源短缺了以后，人们就会为了抢夺资源而爆发战争，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墙内的人呢，最多他就是愚民，小心眼儿，只管着自己吃饱喝好。我告诉你，墙外的这些垃圾人啊，他们干的事儿哪个不是罪大恶极？开按摩院，搞自己的信徒，自己出了国以后去反别人移民，在环境好的国家反环保，煽动人家内战，支持军政府，让别人去送死，甚至还叫嚣战争，什么屠杀支那人的，甚至还教唆别人自我了结，然后呢上升到第5次元啊，连接宇宙世界，要通过从楼上飞下去的这种阴谋论。全世界最烂最渣的人，还有比这种人烂的没？还传播迷信呢？那你要传播迷信，还是面具人我那句话，环保无用论，对吧？迷信有用论，是不是？大家先给我诅咒老黑吴建民，猪呀牛呀马呀老鼠呀，他亲爸他亲妈他亲女儿，他全家得癌症。他老黑吴建民信迷信，是不是？还有那几个阴谋论博主刷流量的烂仔，什么猪呀老鼠人呀，我懒得起名字了，大家一起诅咒他们全家老小得癌症。为什么这么做啊？咱们相信科学，这种事儿就不存在。很简单呀，他们相信诅咒，他们相信迷信，那就用这种方法去惩治他们。我们就看看他们的这种迷信能不能信。很简单呀，谁传播迷信，谁传播阴谋论，面具人我就诅咒他们全家，面具人我就用迷信来治他们。我现在就做法事，天灵灵地灵灵，诅咒你们全家老小得癌症，从脚趾头烂到头顶，全身生癌症，烂死你。好了，咱们再来讲讲房价的问题啊。这里面呢有一则新闻，2021年春节期间，因为受到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本地游以及本地看房的比例增加。虽然呢春节期间
因为部分城市网签系统暂停，数据有所缺失。但是整体来看呢，相较于去年春节假期的成交低潮，甚至呢众多城市的零成交，我靠，有些城市还有零成交呢。看来呢，不是民众不想卖房啊，也不是民众不想买房，这背后呢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控制着呢，是不是？新闻说到了，今年春节迎来了开门红。从各机构的统计数据来看，相比1、2线城市的楼市的活跃，2021年春节3、4线城市返乡置业潮相对冷清，返乡置业的成交量锐减30%以上，3、4线置业市场逐渐饱和。大家仔细想想啊，3、4线置业的市场逐渐饱和，1、2线城市还没饱和。首先呢，面具人，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次呢，不知道你们从这个报道中看出来了什么端倪没有？咱们就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你说本地的房地产市场火热，还不就是因为你习近平锁盘吗？你说要就地过年，不要返回老家了吗？那你怪了谁？说白了还是共产党的调控问题嘛，对不对？那2、3、4线城市的这个房价饱和了吗？显然是没有，而且呢，这中间还有大阴谋呢。因为篇幅问题啊，我给你们提个醒，其实面具人我早就说过了，这个人口回流和共产党接下来的一步要走的事情，他该杀的鸡他还是要杀的，力度还是要加大的，并且呢，后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秘密，这个事情因为篇幅问题，我们明天再讲啊，明天不见不散。